大家好，我是 Barry， 咱们接着上期的内容，继续制作伯洛克的另外一个技能——樱桃炸弹。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看一下原版的效果。抛出一个能量装置，装置落地后会在其附近区域生成多个能量炸弹。能量炸弹在敌人靠近后延迟一定时间爆炸。为了更好的还原，让我们换到敌方视角，再看一下。还记得我们上期提到的隐性需求吗？让我们思考一下，对于这个技能的制作会有什么隐性需求？这个技能可以简单抽象成一个抛射物在碰撞后生成 N 个新的爆炸物，对吧？让我们再仔细的思考一下，对于新的爆炸物生成规则，最简单的肯定是在圆形内随机生成 N 个点，但这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为什么这样说？单纯从游戏数值设计的角度来看，这可能导致多个爆炸物的伤害区域叠加，造成单位区域内的伤害量爆炸。这在竞技游戏内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件事。另外一个问题，当生成的圆心靠近障碍物的时候，生成的爆炸物一定会有一部分生成在障碍物的另一边，甚至是障碍物内。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处理？让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开始今天的正式制作。这次我们依旧用 Grenade System 来做，还没有下载的可以去 Fab 免费入库，在 Grenade System 文件夹中找到 Master Grenade 蓝图，右键创建子蓝图，再复制一份，分别重命名为 Cherry Bomb 和 Cherry Bomb 1。先打开 Cherry Bomb 蓝图。这里我们用到两个模型，让我们来临时看一下。第一个是一只两个樱桃，第二个是一个单独的樱桃。让我们回到蓝图 ，Cherry Bomb 使用两个樱桃这个模型 ，Cherry Bomb 1使用一个樱桃这个模型。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Cherry Bomb 的具体实现。Begin Play 这里什么都不连。由于要用到 onComponentHit 来检测碰撞，所以要提前设置一下。这边按照我这样设置就可以。其实刚才漏掉一个隐性需求，不知道细心的你发现了没有？没错，抛射物只有在碰到地面的时候才会爆炸，碰到墙面只会反弹。让我们来实现这一部分功能 ，Break It Result， 然后用 Normal 来实现平面的检测。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制作《王国之泪》林克的相关技能的那一期有用过。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判断碰撞面的法线和世界 Z 方向的夹角来判断碰撞平面是否接近水平。如果是水平面，则执行一次下面的操作：先停止抛射物的移动。然后立马调用爆炸事件。让我们看一下爆炸事件的具体实现方式。我们先新建以下几个变量 ：Location 数组 Last Index， 默认值为6 ，Distance 默认值为500，循环执行 Last Index 次。用360除以 Last Index 得到间距的角度，我这里生成6次，也就是间隔60度就生成1次。用当前的 Index 乘以间隔角度得到当前角度。这里暂停一下，复习一个数学知识点。我们可以利用三角函数的知识点来计算出这些点在平面圆上的坐标点，从而获取它们的空间坐标，然后用这些坐标作为射线检测的终点来进行障碍物的检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以碰撞位置为圆心，向周围均匀地发射6条射线，然后根据碰撞结果来生成爆炸物。通过射线的首尾获得射线的方向，如果射线返回为真，就说明它有碰到障碍物。那么在碰撞位置沿射线方向的向前30的位置生成爆炸物。
这样可以避免直接在碰撞位置生成，导致爆炸物嵌入障碍物中。如果射线返回甲，则在射线的末端位置生成爆炸物。这里我们统一先将位置存到数组中，稍后再生成。在完成循环后，我们将抛射物的碰撞位置也加到这个数组里。可以播放一个音效，然后调用生成级数炸弹的方法，并销毁自己。生成级数炸弹这里就比较简单了，用刚才的数组作为位置生成7个爆炸物。蓝图类使用 Charium 1。另外这里一定要这样设置。编译并保存。现在打开 Cherry Bomb 一蓝图。材质和提示部分我会放在会员视频，感兴趣的可以加入会员观看。这里比较简单，基本保持 Grenade System 默认就可以。触发爆炸这块可以使用 Begin Overlap 事件来做，所以我们这边修改一下这里的参数，这个必须勾上，否则不生效。碰撞也修改一下。这里我是用 tag 来区分是敌是友，这个方法我在物子那一期也使用过。这边同样执行一次爆炸。接下来是效果展示。频闪、膨胀材质以及屏幕提示，我会放在会员视频，可以酌情订阅。好了，这期视频先到这里，感谢观看，别忘了订阅、留言、点赞、分享，我们会员视频见。